35，车呢？房呢？姐，别提了，袖口都磨成那样了，车啊、房啊，什么都没有。我先走了啊，下次别给我介绍这种的了。坐。林远洲，35岁，蓝城大学海员文学大专，12年换了8份工作，最长的一份1年11个月，差1个月满2年你就跑了。我直说了，失业3个月，35岁，没有任何核心技能，你觉得宏远要你图什么？我们这不是收容所。程先生，请坐，请坐。伦敦正畸，高盛。这履历看到没？这叫人才。程先生28岁，高盛3年；林先生35岁，12年换8份工作，您管这叫稳定？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这位由我亲自面试，其他人出去。门关上。12年，你就混成这样？12年8份工作，最长1年11个月，最短4个月，没有晋升记录，没有管理经历，没有1份推荐信。职业规划、核心竞争力、行业人脉3个0。你高考成绩够上清华大学金融系，你选了蓝城大学汉语言文学大专。喜欢，喜欢不能当饭吃。你选了文学，文学给了你什么？你放弃清华选了蓝城，是因为那年家里出了事，12万，4年学费12万，你替我交的。你以为我不知道？我查了3年才查到是你。12万是一笔糟糕的投资，回报率为0，你投错了标的。宏远后勤部仓库管理员，月薪3500，对你现在的处境不错了。不必了，苏总，谢谢。12万就值一个仓库。他的住址今晚之前发给我。你怎么知道这儿的？35岁住这儿，现在看够了。不是来看的，是来谈的。坐。我妈12年前她被人骗了全部积蓄37万，报警没用，钱追不回来。那年暑假我刚收到你交的学费通知，第2天我妈就带着我连夜跑了，欠了一屁股债。不跑不行，跑到南方。我妈洗碗，我白天上课，晚上上班，3年没睡过1个整觉。12万，我不是不想还，是还不起。等我还得起的时候，已经过了12年。宏远集团，我花了6年从0做到市值120亿，但是有人正在从里面把钱一笔一笔的抽走。副董事长钱伯庸，他的人渗透了采购、财务、后勤所有能过账的部门。我查了2年，动不了他。我需要一个人，不在公司权力体系里，不被任何派系认识，从最底层查进去，帮我。你有4000个员工，你找我一个今天刚被你 HR 骂收容所的人。仓库管理员，这是你进宏远的身份，但不是你真正要做的事。不是帮你，是一起。明天早上8点，宏远大厦 B 区后勤部报道，找范德明。林远洲，12年前那12万我会还的，用我自己的方式。送外卖走侧门。不是外卖，今天入职。后勤部新来的，长得跟送外卖的一样。林远洲，你的活儿 B07仓库，这箱东西整理一下，上面说你来管档案，钥匙灯在门口左边，拉绳的，空调没有。看见没？董事长亲自批的，分到咱后勤管仓库，什么来头啊？有来头的能来管仓库？B07，我的办公室，采购申请单、入库单、出库单，报是废纸。这得多少年没人动过了？钱瑞，钱伯优的儿子。7张全卡在5万以下，全是他签的。73家供应商，43家监事是同一个人，方涵。
28家公司，同一间办公室，1607。注册资本全是最低档，没有实际办公场所，没有社保记录，空壳，全是空壳公司。3年流出去2个亿。前6家全是虚拟地址，第7家住宅，翠湖小区3栋702。你就吃这个73家供应商，43家是空壳，全挂在一个叫方涵的人名下。方涵，我查过这个人，没有社交账号，没有手机实名认证，像不存在一样。他有一个实体地址，不是写字楼，是住宅。翠湖小区3栋702室，方涵名下唯一一家公司用的是这个真实地址，其他全是虚拟注册。90年代的老小区，不显眼正好藏人，不能报警，没有司法程序拿到的证据，法庭上全是废纸。得先确认这个地址是不是还在用，方涵是不是还在那里。我去，明天不，今天下午，仓库管理员下午没人管。单独的通讯线，这部手机只存了1个号我的，所有跟这件事相关的只走这部手机，别通宵了，下午还得去翠湖。老师傅，旗下的好啊。什么事儿？找朋友，7楼的702，好久没联系了，过来看看。 702，那他现在应该不在吧？白天从来不见人，1个月出来不了几趟，谁知道？上去瞧瞧看呗。请问这楼下面有小卖部吗？我手破了，想买个创可贴。下去左拐，巷口有。审计小组名单：财务审计负责人刘杰芳，审计部；工程项目审计负责人孙浩明，工程管理部；供应商审查负责人林远洲，后勤部。继续，审计范围全部门业务线全供应商，无死角，无例外。 后勤部的有意思。供应商审查让后勤的人来做，苏总什么意思？谁知道那个人不是刚来几天吗？管仓库的。林先生，幸会幸会。贺志远，财务总监，以后审计的事儿，财务部全力配合。贺总客气了，配合的事儿到时候再说。 拍好了啊，等苏总出来拍他的表情。苏总，生日快乐 ！GT3 限量版全蓝城就这1辆，送给您的。走，去华盛商贸的注册地址。手机都给我收了，谁敢发出去1个字？华盛商贸的资料带了。带了。采购合同、付款流水、工商信息全在这里。今天不是去找方涵。 是去看看华盛商贸到底有没有办公室，有没有仓库，有没有一个活人在上班。1607就是那28家空壳公司扎堆的那层。如果进去发现是空的，就能证明这家公司没有实际经营。不够，没有实际经营，只能说明供应商有问题。现在还动不了，先拿到第1块砖。 5家公司共用一个信箱，其中3家是我名单上的，空的，没人，门缝下面全是落灰和信件。这间屋子很久没人进过了。第1块砖拿到了，走。 爸，看都没看，直接上了一辆出租车走了。车里还有个人。车里什么人？没看清，穿蓝色工装的，后勤部的人。蓝色工装，昨天审计会上那个林远洲？不确定，但后勤部穿工装的就那么几个人。
昨天审计会名单上那个林远洲，后勤部的，给我查清楚，3天之内。苏总，我说句实话，供应商审查这么专业的事儿，让后勤的同事来做，是不是搞错了？对呀，我说苏总，审账得专业的人来吧。仓库管理员懂什么叫三方比价，懂什么叫增值税进项抵扣。我不懂三方比价，也不懂增值税抵扣，这就是我的问题。剩下的90块去了哪里？华盛商贸过去3年与宏远的采购合同金额合计7200万。林远洲，你需要什么？3样东西。第一，采购部提供华盛商贸过去3年所有采购合同和对应的3方比价文件。第二，仓储物流部提供对应的签收单和物流运单。第三，财务部提供对应的付款凭证和银行流水。这3年的量很大。3天够了吗，牛部长？够。财务部这边付款凭证随时可以调，全力配合吧。100块买支笔，仓库管理员的见识。林先生，刚才讲得好，务实。财务部的资料，我今天下午就让人送到你仓库去。谢谢贺总。钱总，刚才的会，那个林远洲要皇上的全部采购合同、入库单、物流签收和付款凭据。3年的东西，苏念给了3天期限，不多，3天很紧，但不是做不到。牛立成那边说不，3天够，但是做干净。哟，林先生来了啊！哎，坐。牛部长，3天到了，华盛商贸3年的采购合同、入库签收和物流运单我来取，资料还没整理完，你看能不能宽限2天？小刘一个人管3年档案，这么大的工作量，他请假前没有人交接。我说林先生，不是故意拖你，确实客观原因。你要不信，你去问小刘本人，我也没办法，对不对？苏总，牛部长说管档案的请了病假，资料没有准备好，这个事儿要不要上报董事长？他说他会如实回答。喂，是，好，明白。哎，林先生，你看我这记性。资料其实整理好了，在档案室放着呢。走，我带你去。请，林先生，您先请。需要什么您说，我让人帮您搬。牛部长，华盛商贸3年来所有物流签收记录显示，货已送达宏远集团，但是宏远大厦的门禁记录里没有任何一天有华盛商贸的人或车进出过，1天都没有。这个也许是门禁那边登记有遗漏，物流公司直接送到仓库，不走大堂。签收人张伟查无此人，李强伟查无此人，王磊查无此人，货从来没有进过宏远的是假的。牛部长，3年7200万，这些纸上的字谁签的？你心里清楚。林哥，华盛那批签收单我又查出来一张，签的是范德明。哪一批的？2023年6月，华盛第14批采购，入库签收人写的范德明，后勤部主管亲签。把范德明在后勤部审批表上的真实签名找出来，去年或前年的也行，要原件复印。看这个，名最后一笔，收笔甩出去的弧度，自然的，写了一辈子的习惯。再看这张，上钩角度僵硬，没有弧度，墨迹粗细不变，这是在描，不是在写。伪造的。有人拿范德明的签名当模板，描了一份假签收单，把他的名字按在上面。那我们报不报？报，范德明是我的直属上司，我拿他的假签名捅上去，后勤部第一个炸，他出事儿我也活不了。不报，我看见了不说，就是知情不举。等钱伯威那边发现我查到这张单子，他只要把原件交给审计委员会，我就是包庇同谋。举报他政治自杀，包庇他同流合污，2条路都是死路。先不报，我去找范德明本人。地下3层 B14找到了，门锁是新换的，有人来过。来了，门没锁，我等你。范主管，这张签收账上的签名不是你签的。30年，我在宏远待了30年，他钱伯庸拿我的名字做这种脏事儿。范主管，你知道这张签名是伪造的，说明你也查过。你来 B14是来找什么？唐正清，宏远的老会计，15年前退休，3年前去世。老唐这个人一辈子不吭声，但什么都记。他知道钱伯庸在干什么，从2003年就开始记，全在记里了整整20年。
皇盛商贸2019年就有了，伪造的签名是想把我拖下水，老唐当时就知道。他以为我会怕，但他不知道这箱东西在我手里。范主管，那张伪造签名先不捅出去，让钱晨瑶以为这把刀还插着，他才不会换下一招。小子，你的意思是让他觉得我被拿捏住了，他就不防备？将计就计。从今天起，你保管。老唐等了20年，不能再等了。老唐，有人来了。华盛商贸第14批采购入库签收当，签收人范德明，后勤部主管。经笔迹对比，这个签名是伪造的，范德明本人没有签过这张单子。你说什么？后勤部主管签名伪造？真实签名收笔有自然弧度，签收单上的是描的，角度僵硬，墨迹无渐变。结论：伪造。苏总，这件事性质严重，后勤部涉嫌参与伪造单据，我建议立刻封存后勤部全部仓库，所有包括在用的和废弃的。后勤部在闲置的、废弃的即刻封存，任何人未经审计组和我本人签字，不得进入。宏远集团成立以来第一次出这种事儿，内部伪造签名、虚假签收，彻查。从后勤部开始，一个人一个人过，谁参与了，谁知情，全部给我查清楚。贺志远散会就给钱伯发了消息，他上钩了。B14现在有封条了，他们的人进不去，这是贺志远自己签的，将来翻不了。范德明那边稳得住，他比我们都稳，他演了30年了。小刘，给林先生倒杯白水就行。后勤部来的，怕喝不惯这个。审计组辛苦，今天随意，别拘束。我这人口味简单，喝得惯白水，也查得清白账。林先生幽默，来，吃菜吃菜。听说你大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喜欢写东西？读过，但没写出什么名堂。倒是最近翻账本翻多了，发现数字比文字有意思。年轻人有想法，改天有空来我办公室坐坐，我那儿有几本好茶。钱伯庸请你喝茶，是在试探你的深浅。我知道，但白水这事儿，贺知远是自己的主意，还是钱伯庸首领？有区别吗？有。如果是贺知远，说明他蠢；如果是钱伯庸，说明他在激我犯错。下次我给你带杯咖啡。 3个人，3个方案，谁泄露了哪个，我们就知道内鬼是谁。万一不止一个呢？那就更好，一网打尽。从现在开始，你只知道方案 A， 周文博只知道方案 B， 陈浩只知道方案 C， 谁都不知道另外2个版本，包括苏总。下周3，突击审计财务部，不提前通知，直接进去翻原始凭证。周律，下一步可能要走法律程序，冻结华盛商贸的银行账户，你提前准备一下材料。没问题。什么时间？下周3之前。 方案 C 约谈方涵也没有泄露，方涵的行踪没变化。方案 A 突击财务部没有泄露，财务部没有任何异常准备。方案 B 冻结华盛账户泄露了，今天早上华盛的账户出现了大额异动，有人在紧急转钱。周文博，法务的人，钱伯庸安插的，不一定是安插，也许是被买通，也许是被拿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条线现在归我用。周律，华盛的事儿先放一放，苏总让我转方向。 查鼎晖建材，鼎晖，了解。需要法务这边做什么？暂时不用，别先摸底，别走漏了。小周，明天的会推到10点，我今天先走了。 怎么回事？谁？出来！你额头，你没事吧？换一张，那张已经透了。调停车场全部监控，从今晚8点到现在，所有画面一帧都不能丢。报警，故意破坏车辆制动系统，谋杀未遂。
理员爬上董事长的床。宏远集团每一个岗位经得起审查，每一个员工经得起背调。苏总，偷拍照片里的男性是不是您的旧情人？宏远不回应匿名诽谤，法务部已经取证，发布者和传播者会在法庭上见面。每一个岗位经得起审查。自媒体造谣，内网 IP。最好的回应是把你们连根拔起来。上工！孩子，跟我走。你谁啊？旁边工地的，你这手不包一下，明天干不了活。走，先找个地方吃口热的。爸，他们开始动手了。你放心，我不会输。你教我的第一句话我记着呢，先活下来，再站起来。是我。早点休息。爸，还有20多个，要不您先坐那边椅子上，我排到了叫您。不，一起排。今天号满了，明天早上6点来排。排了3个小时，刚才前面那位还能挂，怎么到我就满了？系统显示满了就是满了。下一位，小姑娘，帮我挂一个骨科的周教授，就说王姐来了。王姐，稍等，帮您安排周教授下午2点的特需号，可以吗？咱明天再来。走，爸，我带您去吃碗面。林先生、林老爷子，早上好，我是张院长，病房给您准备好了，周教授已经在里面等着了。儿子，你认识院长？朋友帮的忙，爸您先进去。今天，我想借这个场合说一件私事。苏总，请您上台。苏念，从我第一天进宏远，我就知道。你是我这辈子唯一要追的人，嫁给我。钱总，工作和私事请分开。酒不错，没怎么喝。你刚才在台上挺好的。走了，明天还有仗要打。抱歉，去个洗手间。3分47秒，从32楼跑下来，你小子腿脚不错。贺志远跟出来了，甩掉了，但他会查监控，我们最多20分钟。最里面铁皮柜，左边第一个。一本大概80页，16本1000多页，20分钟够呛。拍清楚就行，别管构图，回去放大看。还剩9本6分钟，来不及，先拍后面10年，前面的下次再来。看不出来，跟原来的一样。这儿下来了。省省力气，监控从你们4封条那一秒就开着了。林远洲后勤部仓库管理员，范德明后勤部主管，大半夜跑到封存仓库里，可以啊。你是方寒？多亏你们2位帮我省了不少力气。钱总一直想找这间仓库的钥匙，找了2年没找到，你们倒好自己送上门。监控你控制了，保安呢？全楼安防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归我管了。你以为钱总这些年在宏远只是做做假账？现在你们没有存在价值。手机里面的东西比命重要，你跑我打，不跑。范叔，你手里有 B14的钥匙，去。门是铁皮的，挡不了多久。你们可以选择把钥匙从门缝底下推出来，我拿了东西就走。范叔，这仓库有没有别的出口？有，最深处偏有一扇暗门，废弃维修通道通到设备层。这栋楼建了40年，只有我和老唐知道。走。
门锈死了，踹！有意思，还有暗门，堵住！过来试试。灭火器，找灭火器！钻，快！范叔，通道多长？出口在哪儿？大概100多米，通道设备层有一个铁梯往上爬，出口在负一层设备间。他们在砸，走快点！跑不掉了。范叔，快到了吗？前面就是铁梯。跑不了了，我下来！你走，带证据出去，别管我！三小，范叔，手给我！别动手，不会，推不动。范叔，快！好在火蔓延了，得上去！往上32楼找苏念。请所有人员走消防通道，有序撤离。苏总，快走！请勿乘坐电梯。苏总，消防说地下起火了，赶紧撤！他们还在下面。全楼安保，封锁所有出口，一只老鼠都不许放。方涵在地下，他跑不了。报警！宏远大厦地下3层纵火，嫌疑人方涵，公司内部有同伙，请求支援。照片都在。789张，一张不少。够了。你们从地下上来的，火是你们？全拍了。那些账本789张。贺总，你的名字在里面出现了47次。打吧，钱伯用在省城，电话关机了，我让人盯着他，他连出酒店的门都过不去。苏总，这些年我也是被逼的，他拿我家里的事儿威胁我。游戏结束了。贺总监，你要说的话留着对检察员说，比跟我们说管用。这个警报声现在听着还挺顺耳的。范叔，脚踝要看看，走吧。爸，快了。废物，全是废物！老周，我是伯庸。宏远的事你听说了，火灾、审计纠纷，情况很复杂。立案的事你帮我看着点，别那么急，先调查清楚吧。媒体那条线今晚就发，标题我都想好了：宏远女总裁涉嫌纵火骗保，巨额审计丑闻曝光，能发多少平台发多少。林远洲的父亲住城中村，腿脚不好，一个人在家，去2个人冒充社区的把人带走，不要伤他，但要让林远洲知道人在我手上。你动我的人，我就动你的人。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我不去！救命啊！远洲，儿子，有人抓我！别闹了，老爷子，跟我们走一趟，很快就回来。有人来了，快！爸，站好，别动！碰他一下试试。小子，你刚才那一拳得还回来。来啊！今天你打我可以，但你碰我爸一根头发，我跟你不死不休。儿子，别，咱走。不走。远洲，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爸，对不起。
连累你了。打人疼不疼？疼。年轻人，坐，喝杯茶。受伤了，年轻人血气方刚可以理解。你父亲的事儿是下面人办事不周，已经处理了，跟你道歉。钱董约我来，不只是道歉吧？聪明，直接说，1个亿，现金，干净的钱，你拿着，带你父亲找个好地方养老，出国也行，换个城市也行，海阔天空，从此谁也不欠谁。直接说，35岁1个亿，你这辈子不用再为钱发愁，何必呢？非要跟我这个老头子较劲。1个亿，您算过对吧？按您从宏远抽走的总数，2个亿零头都不到。钱董，您的出价太低了。我爸半辈子的潦倒，蓝城电机厂3000个工人的饭碗，宏远4000名员工的血汗，老唐20年写账本写到死，这些加在一起，1个亿够吗？林远洲，你会后悔的。不会。太低了。好，那就看看你们的命是多少。4条证据链，任何一条单独拿出来都不够，但4条交叉印证，他一个字都翻不了。 2018年6月这笔账簿1RP 银行流水3方金额全对上，本金那天零记录，货没进门，铁证。从华盛工作日内全部转到了方涵名下7家公司的账户，路径清晰。20年，从第一笔到最后一笔，时间、金额、人名、路径够不够移交检察院？够，不止够立案，而且是重刑。我叫范德明，今年53岁，在宏远集团后勤部工作了30年。我亲眼目睹了副董事长钱伯命用职权侵吞公司资产的全过程。已故会计唐正清先生从2003年起手写记录了全部异常交易。这些账簿在他去世前交到了我手上，我愿意为以上所有证词承担法律责任。以上是我的全部陈述。方涵，跟我们走一趟。我要离职。外围全部收了，方涵落网，空壳公司冻结，只剩他一个人。董事会让他在董事会上倒，让宏远所有股东亲眼看着他倒。 3天后，紧急董事会，所有股东到场。我说，我全说，那些空壳公司都是方涵注册的，我负责签字，钱最后全转到我爸的境外账户。牛部长，2017年那批虚假采购合同签字页上，除了你和钱伯庸，还有谁签过？何志勇，每一笔付款都经过他。 贺总，3天前就备份了，您删的是空文件。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钓鱼那一局就知道了。林哥说，内鬼确认之后，你迟早会来删数据。贺总，你的每一步都在计划内。叶小曼，你今年多大？24。24，我45，栽在一个24岁的丫头手里。外围全部清了，明天董事会。所有小股东我都约谈过了，没有人会站他那边。明天是最后一战。 宏远集团第47次紧急董事会现在开始，议题只有一个，各位请看大屏。20年，累计侵吞金额8亿7千万。各位面前的材料里有详细清单。苏董，这些证据，检察院看过了，已提交，检察院已受理。今天董事会的决议是公司内部程序。 现在进行表决。议案：冻结钱伯庸全部股权，解除一切职务，移交司法。同意请按绿色，反对请按红色。全票通过。钱伯庸先生，请配合安保，等候检察人员到来。你以为你赢了？宏远赢了。你让我想起一个人，谁？唐正清。 蓝城电器厂，老唐，你连这个都记了？3200万的厂，他480万就拿走了，差额2720万装进了方涵的口袋。我爸在那个厂干了26年，2011年厂倒了，3000个工人下岗。我爸从那以后再也没找到过正经工作。我爸半辈子的潦倒，不是命不好，是被人算计了。你看到了？我一直以为是命，35岁一无所有，怪谁呢？
怪自己没本事呗，但不是命。3000个工人下岗，他的报表上叫资产清除。我爸半辈子的人生，他报表上连一行备注都没有。所以我们在做的事儿是对的。他毁的不只是一个公司，还有我爸半辈子的人生。吃东西，明天还有事儿。第一次你来仓库给我带吃的，也是饭团和咖啡。便利店就这些。12万还没还完呢。万一出事，万一……打了这个电话，就回不了头了。宏远不该是这样的。说，苏总，是我钱子轩，有样东西给你。我爸的海外资产全部转移记录，这是他留给我的退路。但我不想跑，宏远的钱应该回到宏远，但他做的那些事不对。这一次我自己选。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和我爸彻底完了，他这辈子不会原谅我。明天早上把 U 盘带到32楼。钱伯庸，这是逮捕令，请你跟我们走。结束了？没有，还差一个。苏总，我有东西给您。郑培文，你当了20年的墙头草，今天来交什么？什么？15年前，钱伯熙让我销毁的人事调令，逼走唐正清的直接证据，我藏了15年。唐正清被调走之后1年就退休了，他从会计变成仓库管理员，你觉得他是怎么想的？我知道我不是好人，但我没把这张纸撕了。苏总，我把最后这一把赌在了你身上。林远洲，移交律师团。3个人用3种方式记了同一件事，有人用账本，有人用钥匙，有人用一张纸。这件事到此为止，剩下的交给法律。宏远该往前走了。苏总，12万还没还完，别急着感谢。B07，我的办公室。喂，远洲啊，你表哥的公司最近效益不太好，你看你能不能帮忙接点业务？一家人互相帮忙。你现在出息了。还在仓库待着呢？习惯了 ，B07住着挺舒服的。别舒服了。总监，那仓库还归我管吗？想管就管 ，B07给你留着。唐会计走之前塞给我的，让我等宏远出事的时候才能拆。我等了8年，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了。这东西该交给能用的人。唐正清，我该走了，30年了，也该回家抱孙子了。你来念，这封信是写给宏远的。我叫唐正清，在宏远干了23年会计。这封信如果被打开了，说明我藏在 B-14柜子里的东西，终于有人找到了。我知道钱伯庸在做什么，但我没有证据告他，也没有胆子报警。我只能把我能留的东西都留下来，塞进那个没人会翻的柜子里。如果有人打开了 B14的柜子，说明正义虽迟，终究会来。宏远的远字，本就是看向远方的意思，希望后来的人还记得这个字。他一个人扛了这么多年，连报警的勇气都没有，但他没有销毁，他留下来了。他的胆子不小，苏念，一个人对抗不了的东西，他选择留下证据等后来的人，这不叫胆小，这叫信。那你呢，林远洲？12年前替我交那笔钱，你信什么？信你。这笔账我一定还。等我。
你知道我这12年最怕什么吗？什么？最怕有一天你站在我面前，我还是那个交不起学费的苏念。12万我第2年就能还你，但我没还。为什么？因为还了就两清了，两清了，我就没有理由再见你了。林远洲，我不是在还债，我是在努力成为一个配得上那笔钱的人。苏念，你从来不欠我。12年前那个女生本来就配得上全世界所有好东西。今天只宣布一件事，经董事会一致通过，任命林远洲先生为宏远集团副总裁兼首席合规官，即日生效。林总，请讲几句。我没准备稿子，说2句实话。3个月前我走进这栋楼的时候，简历被扔在桌上，面试官说我们这不是收容所。我在 B07仓库做了3个月，翻了27000页旧账，没有人觉得仓库管理员能做成什么事儿，包括我自己。但这家公司教会了我一件事儿：一个人值多少钱，不看起点，看他在没人注意的地方做了什么。林远洲。送外卖走侧门。郑总监，当初林总来面试的时候，是不是您接待的？是啊，我当时就觉得他是个人才。谢谢宏远给过我一间仓库、一把旧椅子和一次机会。林总，我当初我不知道您是那个我。没事，老哥，那天你说的对，侧门进，少走2步路。不赖。少棠，你3个月前在仓库喝的那种，你连这都记得？我记得的事儿多了。重组批了，上市通过了，钱伯庸判了19年，宏远活下来了。活下来了。有没有后悔过？仓库3个月，2万多页旧账，被威胁、被堵，差点被打。后悔什么？B07仓库住着挺好的。苏念，你说我当年替你交那12万算什么？你自己说了，信我。对，我信你。但我今天想换个说法，12年前那笔投资回报率还不错。林远洲，你真是35岁了还这么皮。12年，12年。